这2期中爆炸的信息一个接着一个。这一期中，我们回到和之国，了解和之国的故事。不得不提的一个人物就是和之国前任的九里大名光月玉田。这是一个奇男子，是一个同时被白胡子、罗杰、红发青睐的人。他是官2代出身，却极为厌恶规则和束缚，喜欢将自己置于市井之中，享受所谓的自由。他曾驯服过一干流氓地痞，带领他们向和之国的九里焕然一新，被当地的百姓所纪念。当玉田坐上大明之位时，他放弃了自己的地位和前途，抛弃了一切，毅然出海，成为一名海贼。先是成为白胡子的船员，后来又登上罗杰的船，跟随罗杰去往最终之地拉夫德鲁，见证了海贼王的诞生。时间回溯到25年前，世界即将迎来大海贼时代的前几年，光月玉田登上了罗杰的海贼船。在与罗杰一行人经历了重重冒险之后，玉田似乎读懂了人生中的某些片段。之前他一直很困惑，为什么和之国要锁国？现在他有些明白了。人生最后的日子里，玉田准备回到和之国，与自己的家臣们一起将和之国开国。光月玉田告诉罗杰，你们等着看20年后和之国的未来吧。然而20多年后的今天，玉田死了，罗杰死了，但他们却后继有人。和之国正陷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，开国的日子指日可待。和之国篇第3幕开始。位于和之国白武的任武港乃是和之国第1大港口，巨大的堤岸从陆地一直延伸到海上，码头上的枫树鳞次栉比，每年这个季节都能看到被称为绝景的红叶漫天飞舞。在漫天红艳艳的枫叶中目送船只远去，别有一番浪漫滋味。大蛇将军的船队由任武港缓缓出发，向鬼之岛驶去。看着这秋后美景，大蛇无比高兴。1年1度的火焰祭典，支配和之国的2大巨头将军大蛇以及凯多将在鬼之岛聚首。2方人马全员出动的和之国最大的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这次大蛇的最得力剑士狂死狼没有随船队前往鬼之岛，而是留在都城守卫。其他人为狂死狼的缺席唏嘘不已，这么重大的盛典居然不能参与，实乃人生之遗憾。花之都到处都是火鸡之夜的节日气氛，街上布满花灯，将花之都的夜晚点缀得如同白天一样。居民们都盛装出席，街上聚满了参加祭典的人群，洋溢着各种欢声笑语。来到花之都的街道上，还能看到精彩的艺伎表演，这大概就相当于春节一样了吧。在和之国最盛大的节日，和之国的天气以各乡为单位，存在很极端的差异。同样的天气下，也会有局部地区的天色存在极端变化的情况。比如，同样是和之国，0后就是大雪纷飞，而九里却温暖如春。花之都微风徐徐，月空明朗。同一时间，决战的集合地长营港却电闪雷鸣，暴雨连连。警卫们等人来到港口，本来按照约定，这里会有接应大家的船，然而在翻滚的海面上，连一艘船的影子也看不到。不仅没有船，一个反叛者的身影也没有，4000多的兵力一个都没有来。火鸡之夜前2天，警卫们向各乡大佬宣布向集合之地长营港会合。弗兰奇等人热血沸腾，抓紧一切时间赶工修复船只，准备在集合的当天将船开到长营港，载着反叛军进攻鬼之岛。并我郎调动兔井的犯人们着手给大家预备武器。路飞等人等在便利村，断刀匠飞彻向他们提供了盔甲。对手可是凯多，你们做好准备了吗？路飞穿着酷酷的盔甲，自信满满。凯多，这种货色你就看我锤不锤他就完了。山治看着兴奋异常的路飞3人，带着嘲讽的脸看向索隆，你不穿铠甲吗？索隆摇摇头，穿上那种东西只会降低行动速度。山治一脸欠揍地说道，穿上吧，毕竟你悬赏金低。索隆眼珠露出凶光，怒拔炎魔，一刀砍过去，劈了山治嘴巴上的香烟。你小子想打架，打就打，怕你？山治走过来，一巴掌将2人放倒。你们俩是不是有点什么大病？伦比想起来，大师曾经说过，鬼之岛入口的气候是冬天，恰好火鸡之夜的当天有满月，这对于毛皮族作战非常有利。旺达低声说道，猫副社掌柜和侠客团能及时赶回来，对战争非常重要。路飞听后突然沉下脸，走到岸边看向大海。明明大妈都来了，可是慎平却一直了无音讯。多亏了慎平等人，草帽团才能从蛋糕岛全身而退。那个家伙刚刚加入进来，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吧？索隆微微一笑，只要还活着，他一定会赶来的。路飞坚定地回道，他一定还活着，而且他一定会来。花之都门外的惠比寿村，村民们又收到了许多的财宝，能做到这些人的只有丑三小子。
大家很高兴。贫穷的村民没法参加祭典，不过有了这些钱，大家就可以买些水果食物来过节了。因为反叛军人员很多，需要大量的食物。由凯多管辖的桃园许多食物被盗，霍尔德姆带人找到酒里的简陋村，想要从村民的口中逼问出一些线索。村民们早就听说有武士们密于集合，准备讨伐大使和凯多。大家出奇的齐心，决定守口如瓶，就算搭上命，也不能让霍尔德姆找到丢失食物的去向。不过，大使因为有间谍相助，早已知晓了反叛军的一切动向。他命令手下在长营港附近进行搜索，结果如自己所料，真的找到了船，而且还是草帽团的桑尼号。作死蛇不顾后果，命令手下立即爆破，手下将炸弹扔到桑尼号上，连同隐藏桑尼号的山洞一起炸开。接着，大蛇命令手下分别砸毁了连同西美和兔井的大桥，兔井连同九里的大桥，灵后连同白武的大桥，乡与乡之间的大桥接连被炸毁，各个乡的反叛军被困在原地，无法聚集在一起。大蛇命令人将九里的海岸炸掉，这样去往所谓的集合地长营港的所有路线都被封闭了。4000人，亏你们号召了这么多，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出现在长营港的，你们连复仇的机会都不会有。赤下的亡灵们，好好体会孤立无援的绝望吧。时间回到现在，警卫们等人站在港口，又奇怪又难过又绝望。兔井确实被镇压了，菜市场的人也确实都被放出来，那么人呢？阿修罗童子看了一下四周，大感不妙，这个港口有明显的被攻击的痕迹。警卫们紧握在手的智能田螺一点反应都没有，跟谁都联系不上。仅仅一日，大家就经历了过山车般的起伏。从最初得知有4000人投入反抗凯多的战斗，心中充满了斗志和希望，到现在一个人都没有到达集合地，这种绝望的心情实在是太过折磨人了。警卫们跪倒在地，无力地对着智能田螺呼唤路飞等人的名字，然而没有人在回应他。阿修罗童子走过来，握紧警卫们的肩膀，别白费力气了，看看这天气，这海面，我们已经被上天抛弃了，怎么还会有人相助呢？警卫们站起身，看到港口还有一些小船，这些天气乘的小船出海无异于送死，但是警卫们还是毅然决然地站起身。陶之助哭着说：“改天吧，警卫们。”小人也哭着跑过来，抱住警卫们，求他停手。这种情况看来，这一天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鬼之岛了。警卫们坚定地说道：“这种事儿不能商量，如果这一天错过，机会将不会再有。”警卫们这样一说，其他人也纷纷操起船桨。陶之助恳求大家住手，等他日再寻找机会。警卫们低声说道：“如果今日逃走，下次的机会就在1年之后。然而，我们不可能再潜伏下去了。兔井的镇压也很快会暴露，用不了几天，凯多的部队就会出动追捕反叛者的。我们也不可能再继续盗取食物了。离开酒里的时候，你们也听到了吧？简陋村的人们信任我们这次决战，全部被烧死了，而那里还有我的妻子。”警卫们面露哀伤，眼神中却载着复仇的火焰。请允许我们前往吧。难道你想让我等逃走，耻辱地活下去吗？陶之助一边哭一边摇头。你们走了，在下该怎么办？请你和日和大人一起活下去。警卫们坚定地说道：“您的父亲当初也是异人，我们如果没有遇到玉田大人，只不过是群成不了气候的愣头青，所以我们希望直到最后都是玉田大人的武士。所以光月玉田到底是何许人也？即便死去20年了，仍然能让这些武士甘愿为他牺牲性命。当年的光月玉田并非是什么英雄人物，但他是一个奇男子。奇怪到在和之国人见人厌，应该在人见人厌前面加个词男人。只要光月玉田登场亮相，大家都这样说：快把老婆和女儿藏起来。光月玉田就是这样一个男子，男人看了拔刀，女人看了晕倒。而为什么光月玉田会和之后来到和之国的白胡子罗杰有所联系呢？因为他一直憧憬出海，小小的和之国关不住这个不安分的男人，他想看看更大的世界。这个家伙不懂得航海技术，却痴迷于出海。据和之国官方统计，光月玉田总共违法出海38次，38次全部失败，没掉进海里淹死也算是福大命大。而为什么说光月玉田是一个奇男子？他的人生可以这样概括：0岁的时候把乳母扔了出去，2岁时自己一次性捉到了2只兔子，3岁的时候用大石头击退了狗熊，6岁时使用城中的公款流连于各大青楼，8岁时只身闯入赌场，与那些血气方刚的赌徒大打出手，9岁的时候就已经登上了黑道的黑名单。玉田一怒之下火烧了赌场，跟黑道对抗起来，后来因为暴力伤害事件被逮捕起来。出狱后，关于玉田悔过自新，积极帮助老百姓。14岁时，那年天气连续大旱，井里的水都干涸了，玉田将河道改向，让水流向都城，结果引发了大水灾，再次被通缉逮捕。玉田不慌不乱，直接趁着水灾乘船向外海划去，因为不懂航海技术而失败。15岁时威胁山寺的住持，隐居了起来。
结果在寺庙里夜夜笙歌，每晚都将都城里的女人带过去潇洒，在寺庙里建起了后宫。但是关羽玉田从来不强迫这些女人，都是他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他。玉田这种行为激怒了都城里的男人，他们之中有女人的父亲、恋人、丈夫和追随者，大家都要旱死了。关羽玉田这里却肥水良田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于是大家联手奋起反抗，杀到寺庙找玉田决斗。结果关羽玉田开开心心的和大家打了起来，加上前来劝架的兵五郎一伙，直接掀起了大乱斗。关羽玉田的父亲光月寿喜烧，头都疼死了。这种小子还是早日与他划清界限的好。于是他托属下给玉田带去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。关羽玉田有多酷，只要他一登场，所有见到他的女人无不为他倾倒。关羽玉田有多混蛋，在别人家的葬礼上用人家火化遗骨的火焰煮关东煮吃，最重要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吃，不分给别人。大家都眼巴巴地看着，能不生气吗？玉田吃光了一整锅的关东煮，喝干了热锅里的汤，然后用酒浇灭了火焰。下次再一起喝酒，就是在那个世界了。再见了。说罢，他在遗骨上点燃一支香，潇洒离去。现场的女人们都惊呆了。在保守禁锢的和之国，关羽玉田种种做派简直如同星星一般闪耀，这他妈也太帅了！没有大蛇凯渡的和之国，没有污染，鸟语花香，有宽广葱郁的森林，有滋养着繁茂花草树木的清澈河水，有美丽的大海，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，这就是和之国。当时的警卫们还只是花之都的一个游手好闲的小混混，时不时的去阿赫的店里偷零钱花。阿赫也不是省油的灯，抓住警卫们就是一顿威胁恐吓，下次再让我抓到你偷钱，就把你的内脏挖出来卖了。阿赫扒光了警卫们的衣服，把他赶了出去。某一天，一群山贼从山上抓回了一只小白猪，这种稀有的动物如果卖到都城，至少能换来100斤。这件事被警卫们偷听到了耳朵里。虽然他从阿赫那里没搞到钱，但是听到这种赚钱的好事，他心里还是美滋滋。回去后找了一个机会击溃了山贼，将白猪搞到手。接着警卫们找到同样是小混混的传次郎，勾搭他一起卖了白猪换钱。传次郎看到这个白猪都懵了，这种东西是万万不能碰的，因为这个小白猪在哪里，母猪就会跟着冲到哪里。要说这个母猪有多大，比普通的住宅还要高个几米。古书上描述这个母猪像山一样大，人们称之为山神。几百年前一夜之间就毁了一个乡。传次郎话音刚落，巨型母猪对花之都的袭击就已经开始了，人们疯狂逃命，只有关羽玉田不慌不忙地站在房顶上看热闹。看够了，玉田直接踏碎了屋顶，从上面跳下来，来到传次郎和警卫们面前，两人都吓傻了。和之国谁没听说过传奇人物关羽玉田呢？玉田潇洒一笑，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，不过把那只白猪送给我吧。